这是一个非常美丽、非常多元化的城市，有大量来自亚洲等世界各地的移民，各种文化节庆、美食餐厅和社区活动丰富了城市的生活。这就是我生活了20年的城市温哥华。今天和朋友们一起饮茶，这是温哥华华人最常见的聚餐方式。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在一起，最常见的讨论话题就是房子、票子和养老。最近看了很多国内的新闻报道，有个话题很热门，就是从今年9月1日起，中国实施了新的社保司法解释，所有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，不论你的企业大小，哪怕只是个餐馆或者小杂货店，只要雇佣员工就必须为他们缴纳社保，否则就是违法。一时激起千层浪，这成了网上讨论最热的话题。对于我们这些老移民来说，中国的社保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了。但有些国内的朋友很好奇，加拿大的社保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今天我们略微比较一下吧。风和日丽啊，饭后来到飞沙河边。大家知道温哥华是个海边城市，这条飞沙河就直通大海。喜欢钓鱼的人士们可以开着船直奔大海。这儿还有许多爱狗人士，他们经常聚集此地，陪着他们的狗狗在玩水。好，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，谈谈两国的社保体系。加拿大的社保体系比中国的五险一金要简单一些，也相对公平一些，没有地域和职业的差别。而中国养老金是双轨制，对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和企业职工实行的是2套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。另外，中国养老金的缴费基数也不同，一线城市如北上广深，经济水平高，缴费基数和缴费的比例就高，相应养老金待遇也比其他2、3线城市要好一些。You want for me? I have nothing for you. Sorry. 这狗造型比较奇特，看样想让我跟它玩，很失望啊。好，下面我们还是具体举个例子来对比一下吧。同样是月收入3000元，我们看看加拿大和中国的工资中要扣除哪些项目，扣除多少，以及最后实际到手的收入有多少。加拿大每月3000加元，根据 Career Bacon 的2024年加拿大 BC 省工资税后估算，如果税前3000加元的话，要扣除3大块。第一个就是个人收入所得税，包括联邦的税和省税。第二部分就是养老金 CPP，A Canada Pension Plan。第三块就是失业保险，叫 EI。Employment Insurance。 联邦税呢是 6.91%， 也就是大概和207块3毛1加币。省税是 2.57%， 就是77.09加币。养老金 CPP 5.37%， 161块1毛5加币。失业金就是 EI 1.66%。49块8毛加币，扣除总计多少呢？就是16.51%，也就是495块3毛5加币。税后也就是净收入3000加币减去495块3毛5加币，纯粹到手多少呢？2504块6毛5加币。这是列治文的一个社区活动中心，里面有大型娱乐休闲游泳池，配有蒸汽室、岩壁、滑道、跳水板和冷热水池，还有专业的健身房以及很多团队活动室。这个活动中心尤其对老年人很友好，只要年龄在55岁以上的居民
36加币就可以办一张年卡，可以免费使用各种设施。还有各种为老年人开设的课程，比如音乐、舞蹈、视觉艺术、木工以及武术、太极等课程，每次仅花费2加币就可参加。每个课程都由专业指导老师带领完成。此外，社区中心还经常组织老年人外出活动，参加短途巴士旅行等等，让长者轻松参与社会生活。我们再看看中国，月薪3000元人民币到手工资的计算啊，养老保险是 8%， 240元，医疗保险 2%， 还要加3，等于60加3就是63元，失业保险 0.2%， 6元，住房公积金3000乘以 8% 等于240元，合计一共扣除呢是549元。也就是说，税前工资3000元人民币的话，五险已经扣除549元。这说一下，个人收入所得税啊是没扣，因为低于5000的起征点。税后净收入就是2450亿人民币。综上所述，虽然两个国家3000元的工资最后到手的金额相差不多，但加拿大方面个人所得税的比例相对比较大，毕竟是万税之国嘛。而中国方面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是5000元以上，扣款则是社保占到的比例比较多。网上也看了一些报道，据说这次严格缴纳社保，损害利益最大的是原来没有给员工买社保的一批小企业主。例如，一个员工的月工资是5000元，老板未来可能要每月多付出1500元给员工缴纳社保，老板肯定不能接受，极大可能会把这一部分支出转嫁到员工头上，带来的结果就是员工降薪、离职，或者老板关门歇业。现在很多企业为了减轻负担，兴起了返聘潮，就是雇佣那些已经拿到退休证明，不需要为其缴纳社保的老年人。这岂不是更像网上说的，老年人更加朝气蓬勃，年轻人更加死气沉沉了？但纵观全局啊，社保强缴令长远来说对打工族是合算的，毕竟老了能领养老金，生病了也可以报销一部分，丢了工作还能领取失业救济金。但是这次一刀切的效果怎么样呢？还有待观察。例如，企业会不会把正式工变成兼职工，外卖、快递、家政、网约车等服务行业会不会涨价，这些都是未知数，且行且珍惜吧。我等平凡小民也管不了这个大世界，只是希望大家的日子能过得不求富贵，但求舒心，不必为柴米油盐烦恼，也不必为生老病死忧心。好，今天就到这儿，谢谢各位。